為了奪回慘死的孩子，他選擇與仇人同床共枕，哪怕這個男人在重生前親手將他推入深淵。這次他絕不再奢求愛情。夜深人靜的時刻，布萊爾輕輕敲響了房門，可房間裡卻是一片死寂。推開門一看，屋裡空空蕩蕩，海德琳根本就沒有回來。布萊爾心裡泛起了嘀咕，他是在忙於公務，還是在故意躲着自己？他獨自坐在床邊，突然覺得這樣也挺好，反正這只是一場1年的契約婚姻，要是天天朝夕相處，看着那張英俊的臉，他真怕自己會再次陷進去。其實，在布萊爾心裡一直藏着一個秘密，只要能和海德琳生下孩子阿齊爾，他的任務就算完成了。他獨自坐在書桌前，提筆寫着什麼，眼前仿佛浮現出孩子稚嫩的小手在輕輕抓着他。對他來說，那個還沒出生的孩子就是他活下去的全部寄託。他強打起精神，筆尖在紙上沙沙作響。可就在這個時候，身後突然傳來了沉重的腳步聲越來越近。海德琳突然從身後湊了過來，低沉的聲音說：“以為他早就睡了。”這一下把布萊爾嚇得夠嗆，連忙問他是什麼時候進來的。海德琳倒是一臉理所當然，反問他為什麼這麼驚訝，還順口提醒了一句：“今晚可是他們的新婚之夜。”布萊爾有些尷尬，小聲嘀咕說：“還以為他今晚不來了。”聽到這話，海德琳順勢逼問他是不是一直在等自己。布萊爾趕緊解釋說：“既然是新婚夜，自己要是直接睡了，實在不太禮貌。”海德琳卻直接逼近了一步，說：“既然等了，那就是做好準備要履行夫妻義務了。”布萊爾頓時慌了神，剛想說其實沒這個必要，可海德琳根本沒打算給他退縮的機會。海德琳直接把他摟進懷裡，低聲說他想要。布萊爾不斷在心裡警告自己，千萬不能自作多情，這根本就不是愛，哪怕沒有感情，兩個人也能做最親密的事。曾經的他太貪戀他只看着自己的眼神，太眷戀他懷抱裡的溫度，甚至傻傻的以為這就是愛情。但現在他徹底清醒了，再也不會被這種溫柔給騙了。今晚留下來，純粹只是為了生下孩子。還沒等他多想，海德琳已經強勢的壓了上來。只要能再次見到那個比自己生命還重要的孩子，不管要忍受什麼，他都認了。哪怕是和海德琳這個在眾生前可能殺了他的男人同床共枕，他也無所謂。畫面一轉，時間回到了重生前的2年前。大雪紛飛的城堡前，一輛馬車緩緩停下。馬車剛停穩，布萊爾就急忙叫住了海德琳。看着眼前大着肚子的妻子，海德琳語氣冷淡，問他懷着孕怎麼還跑到這來。布萊爾有些委屈，說自己都半年沒見過他了，聽說他回了王都，就想着他能不能順路回趟領地。可海德琳根本沒有要答應的意思，布萊爾只能卑微的哀求，哪怕只抽半個小時陪陪他也行。最後2人一起坐進了馬車，可看着眼前這個冷冰冰的男人，真奇怪，明明來之前攒了一肚子的話，現在卻一個字也說不出來了。布萊爾小心翼翼地問他下次什麼時候回王都。海德琳態度冷淡，只說自己不知道，也沒法保證。布萊爾有些委屈，問他有沒有收到自己寫的信，怎麼一封信都沒回過。就在這時，肚子裡的寶寶突然動了一下，布萊爾趕緊打圓場，說孩子可能是認出爸爸了，最近鬧騰得厲害。海德琳只是冷冷地回了一句是嗎？布萊爾試探着問他要不要摸摸看，結果海德琳直接一口回絕，說不用了。這下氣氛徹底降到了冰點，布萊爾只能尷尬地收回手，小聲說了句知道了。馬車很快就到了地方，海德琳連頭都沒回，直接下車走了。海德琳臨走前只冷冰冰地丟下一句祝你順利生產。眼看他要走，布萊爾趕緊叫住他，求他給未出世的孩子起個名字。海德琳停下腳步，回頭看着他。布萊爾小心翼翼地提議，如果是女孩就叫戴安娜，男孩就叫阿齊爾。海德琳語氣依舊冷淡，說如果他有別的想法也行。布萊爾卻搖了搖頭，說就用這2個名字，因為這是海德琳第一次為這個孩子做的一件事。聽到這話，海德琳什麼都沒說，直接轉身走進了風雪中，只留下布萊爾一個人站在原地。海德琳是帝國唯一的魔劍士，也是人人敬仰的戰爭英雄，而布萊爾則是高貴的帝國公主。就在布萊爾懷孕的時候，海德琳卻突然動身去了遠方，名義上是去討伐魔獸，可布萊爾心裡很清楚，這不過是他用來躲着自己的借口。這場婚姻從一開始就只是政治聯姻的產物，2個家族之間早就被複雜的恩怨死死捆在了一起。其實他心裡很清楚，海德琳一直都在怨恨他，可他那時候真的太害怕孤單了，只想求他能留下來。結果呢，直到孩子阿齊爾出生，海德琳也始終沒有露面。又過了大半年，海德琳終於回到了城堡，可讓所有人沒想到的是，他身邊居然還帶回了一個耀眼的銀髮女人。女僕急匆匆跑來報信，說公爵大人馬上就要到了。聽到這個消息，布萊爾整個人都愣住了，他溫柔地看着懷裡的阿齊爾，輕聲說爸爸終於回來了，我們一起去接他好不好？小家伙還什麼都不懂，只是咿呀學語的叫着爸爸。這確實是孩子出生以來第一次去見父親，連布萊爾自己都有些緊張。自從海德琳去了北方，整整半年連一次都沒回來，甚至連孩子出生的那天，他也完全缺席了。這回他突然回來，到底是為了什麼？布萊爾心裡很清楚，海德琳一直都在怨恨他，那些獨自流淚的夜晚，他自己都數不清了。可看着窗外緩緩駛來的馬車，他還是忍不住去想，他總不能恨自己一輩子吧？畢竟現在他們有了阿齊爾，海德琳當了爸爸，而他也成了媽媽，這根血脈紐帶是斬不斷的。哪怕知道可能已經晚了，他還是奢望着能和海德琳組成一個家，就算不為了自己，也得為了這個可憐的孩子。布萊爾抱着阿齊爾往外走，心裡還存着一絲幻想，只要海德琳看到這個長得和他一模一樣的孩子，應該也會很高興吧。布萊爾抱着阿齊爾，滿心期待地迎了出去。
可當他看清眼前的畫面，整個人都僵在了原地。海德琳確實回來了，但他身邊居然還並肩站着另一個女人。底下的僕人們瞬間炸開了鍋，大家都在竊竊私語，猜測這個女人到底是誰。畢竟公爵大人走了一整年，這剛回來，怎麼就帶了個女人同乘馬車？海德琳倒是神色自若，當眾介紹說，這位是祭司米埃拉，之前骑士團在北方遇襲，多虧了他出手相救，因為看中了他的能力，海德琳才決定雇傭他一起參與接下來的討伐。表面上聽着是公事公辦，可私底下的閒言碎語根本就壓不住。沒過多久，府裡的女僕們就傳開了，說這位米埃拉小姐要住很久，她和公爵大人的關係絕對沒那麼簡單。府裡的閒話傳得越來越難聽，大家都說米埃拉對海德琳的心思，明眼人一下就能看出來，兩人整天待在一起，任誰看都是遲早的事。在大家眼裡，米埃拉更配得上公爵夫人的位置。這些話一字不落地傳進布萊爾耳朵裡，可他只能裝作什麼都沒聽到，因為一旦承認，他連最後的體面都沒了。日子一天天過去，轉眼秋去冬來，城堡又一次被大雪覆蓋，可海德琳的態度卻比這冬天的雪還要冷。海德琳整天忙於公務，從不主動找他，就算布萊爾主動去見，也只換來一次次的閉門羹。終於，他徹底放棄了掙扎。但在那段難熬的日子裡，布萊爾心裡還存着一絲慰藉，那就是海德琳對阿希爾的態度。雖然他對自己冷若冰霜，但偶爾看着孩子時，眼裡還是會流露出少有的溫柔。就因為這丁點的溫存，他決定把最後的希望都壓在孩子身上。眼看着阿希爾的生日只剩2周了，布萊爾一邊走一邊盤算着，也許趁着這個機會，海德琳能答應他一個小小的請求。他想全家一起去莊園度假，像真正的一家人那樣過幾天日子。正琢磨着，布萊爾突然停下了腳步。海德琳的書房門居然開着一條縫，平時這裡可是禁地。他有些疑惑地走上前，輕輕喚了一聲海德琳的名字，可門後的景象卻讓他徹底愣住了。門縫裡的一幕讓布萊爾整個人都傻了，海德琳居然和米埃拉抱在一起。那個平時對她冷若冰霜的丈夫，此刻卻把另一個女人緊緊摟在懷裡。這一幕直接把她最後的幻想給砸碎了。懷裡的米埃拉輕聲呢喃，說自己就像在做夢一樣，還深情地向海德琳表白。聽到這句表白，布萊爾再也支撐不住了，他甚至沒有勇氣推開那扇門，只能狼狽地轉身逃離。這下好了，布萊爾還沒來得及開口，僕人就先送來個壞消息，海德琳說自己不回來了，讓他們自己給孩子過生日。幾天後，阿希爾迎來了周歲宴，雖然海德琳不在，但僕人們都圍着送祝福，禮物也堆成了小山。看着阿希爾玩得這麼開心，這本該是個完美的生日，只可惜孩子的父親從頭到尾都沒露面。夜深了，布萊爾獨自抱着阿希爾，看着懷裡這個可愛的小家伙，他心裡五味雜陳，終究還是只能自己守着孩子。布萊爾溫柔地哄着阿希爾，小家伙打了個哈欠，卻還睜着大眼睛，嘴裡嘟囔着要找爸爸。看着窗外漆黑的夜色，布萊爾心裡一陣發酸，他輕聲對孩子說，自己今天等了海德琳一整天，今天是阿希爾的生日，他一定會回來的，讓孩子別擔心。看着阿希爾終於睡熟，布萊爾輕聲祝他做個好夢。可當他輕輕關上房門，獨自站在空無一人的走廊，那股一直強撐着的堅強一下子全垮了，只剩下無聲的崩潰。阿希爾還那麼小，他本該得到父母所有的愛，就算海德琳再怎麼討厭自己，也不該連親生兒子都冷落。布萊爾怎麼也想不通，自己當初為什麼會愛上這麼一個冷血無情的男人。就在這時，走廊裡突然傳來了腳步聲，布萊爾還以為是海德琳回來了，可迎面走來的卻是一個手持利刃的黑影。伴隨着一聲巨響，布萊爾拔腿就跑，來的人根本不是海德琳，而是一個致命的刺客。刺客緊追不捨，直接將他逼入死角。布萊爾重重摔倒在地，他現在最害怕的就是吵醒隔壁的阿希爾。看着刺客亮出彎刀，他的心瞬間懸到了嗓子眼。要是讓這家伙發現孩子，一切就徹底完了。生死關頭，布萊爾根本顧不上自己，他滿腦子只有一個念頭，絕對不能讓孩子出事。冰冷的利刃刺入身體，鮮血瞬間染紅了地面。他拼盡最後的力氣，死死拉響了求救的鈴鐺。刺耳的鈴聲打破深夜寂靜，值班的女僕們瞬間懵了。這大半夜的，夫人怎麼會突然搖鈴？鈴聲越來越急促，根本沒有停下的意思。所有人心裡咯噔一下，絕對是出大事了。此時的布萊爾意識模糊，他還能撐到救援趕來嗎？布萊爾已經拼盡全力，可刺客根本沒打算留活口，利刃再次無情拔出，他連站起來的力氣都沒了。好在求救鈴声起了作用，門外傳來女僕們急促的腳步聲。刺客見狀不敢多留，只能咬牙轉身逃走。看着刺客離去的背影，布萊爾終於鬆了一口氣。今晚阿希爾睡在另一個房間，孩子暫時安全了，可他傷得實在太重，視線開始漸漸模糊。他不斷警告自己不能死，如果自己閉上眼，就再也沒人能保護孩子了。彌留之際，布萊爾心裡全是阿希爾，他害怕孩子醒來找不到媽媽。僕人們雖然終於趕到，但一切都已經太遲了。帶着對孩子無盡的遺憾，他徹底閉上了雙眼。可誰能想到，就在他失去意識的瞬間，時間竟然開始瘋狂倒流。伴隨着一陣刺眼的金光，布萊爾猛地睜開雙眼。這一次，命運的齒輪重新轉動了。布萊爾猛地從床上彈起，嘴裡大喊着兒子的名字。這到底是怎麼回事？他明明記得自己被刺客殺死了。看着完好無損的雙手，他整個人徹底懵了。難道自己真的復活了？顧不上多想，他趕緊衝着門外大喊，急切地打聽阿希爾的下落。聽到動靜的女僕推門進來，恭敬地向他問好。可女僕接下來的反應卻讓布萊爾徹底傻眼。女僕一臉疑惑地詢問：阿希爾是誰？難道是後花園的流浪貓嗎？聽到這話，布萊爾的心瞬間沉入谷底。布萊爾急切地追問：阿希爾到底在哪裡？那可是他的親生骨肉。
可話一出口，他就發現了不對勁，這裡根本不是他熟悉的莊園，頭頂華麗的浮雕屋頂，分明是皇宮的房間。旁邊的女僕麗娜一臉懵逼，有些不知所措地看着他。更奇怪的是，麗娜居然稱呼他為殿下，這個早就停用的稱呼怎麼會重新出現？麗娜接下來的話更讓他不敢相信，殿下，您連婚都沒結，哪裡來的什麼孩子？布萊爾整個人愣在原地，一個荒誕的念頭冒了出來，他趕緊追問麗娜，自己現在到底幾歲了？麗娜雖然覺得奇怪，但還是老老實實回答，您今年剛滿20歲，成年禮也才過去沒多久。20歲，那豈不是回到了一切悲劇還沒發生的時候？原來自己真的回到了3年前，回到了阿希爾出生前，也回到了嫁給海德琳之前。看着眼前熱鬧的皇家宴會，伊萬和卡特里娜都在場，這一切真實的讓人害怕。難道之前經歷的痛苦真的只是一場噩夢，還是死前的回光返照？就在布萊爾出神的時候，耳邊傳來女僕的低語，提醒他皇太后正在跟他說話，他必須立刻打起精神，去面對眼前這個全新的開始。卡特里娜一眼就看出布萊爾整天都心不在焉，伊萬也跟着搭腔，詢問他是不是有什麼心事。布萊爾只能找借口敷衍，說自己昨晚做了個噩夢。可還沒等他緩過神來，卡特里娜就挑明了話題，說他們正在商量他和海德琳的婚事。伊萬的態度更是冷冰冰，直接吩咐底下人準備婚禮。在伊萬眼裡，這根本不是在商量，而是不容置疑的命令。他甚至直接警告布萊爾，身為帝國的公主，聯姻就是你逃不掉的義務。看着眼前這一幕，布萊爾沒有再說話，那些被刻意遺忘的記憶瞬間排山倒海般湧來。前世的伊萬也是這樣，用最理所當然的語氣將他推向了萬劫不復的深淵。前世的這個時候，面對這樁被強加的婚事，布萊爾第一次鼓起勇氣反抗，他大聲拒絕聯姻，說自己根本不想嫁給海德琳。可那一次的反抗並沒有改變他悲慘的命運，反而成了一切噩夢的開端。所以這一次，看着眼前的伊萬和卡特里娜，布萊爾做出了完全相反的選擇。他平靜地低下頭，表示願意服從陛下的旨意。這句妥協的話一出口，婚事就這麼定下來了。可當一切安靜下來，布萊爾獨自躺在床上，看着空蕩蕩的房間，內心卻根本無法平靜。前世那些刻骨銘心的痛苦，還有倒在血泊中的絕望，難道真的只是一場夢嗎？布萊爾躺在床上翻來覆去，他甚至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死在了那個晚上。眼前的一切不過是臨死前的幻覺，但無論他怎麼懷疑，身體的觸感和記憶都太真實了，這絕對不是夢。阿希爾叫媽媽的聲音，還有抱在懷裡暖烘烘的溫度，他到現在都記得清清楚楚。可越是記得清楚，現在空蕩蕩的懷抱就越是讓他難受的發瘋。阿希爾是他活下去的唯一支柱，如果重生回來的代價是徹底失去這個孩子，那這個沒有兒子的世界跟地獄又有什麼區別？所以這一世他絕對不能重蹈覆轍，只要能再次見到那個深愛的男人阿希爾，哪怕要他重新經歷一次那段冷冰冰的婚姻，他也絕對會心甘情願地承受。既然已經做出了最終的決定，那就沒有時間再繼續猶豫不決了。布萊爾立刻叫來貼身女僕麗娜，吩咐她馬上派人去公爵府送出信件，他這一次要主動約見海德琳。聽到這個令人震驚的消息，麗內整個人都徹底懵了。畢竟自家殿下以前最抗拒這門婚事，怎麼現在突然主動送上門了？麗娜拿着信件出門的時候，心裡其實一直在不停地犯嘀咕。畢竟就在幾個月前的宴會上，布萊爾還整晚躲着海德琳，怎麼現在突然主動送信了？其實大家心裡都很清楚，皇室和德爾瑪卡家族之間早就結下了無法化解的深仇大恨。麗娜把信件交給了祭司，催促他趕緊給公爵送過去。這一切恩怨的根源還得從前任皇帝那時候說起。當年老皇帝的身邊有2個地位顯赫的女人，一位是高冷尊貴的皇後埃斯梅拉達，而另一位則是備受寵愛的卡特里娜。這2股勢力的明爭暗鬥，從那時候起就埋下了禍根。因為皇後多年來一直沒有生下繼承人，卡特里娜這才被順利接進宮裡。雖然她只是平民出身，但生下皇子伊萬之後，一切就變得完全不同了。那些想攀附權勢的貴族紛紛開始往她的身邊湊。就這樣，皇後埃斯梅拉達和卡特里娜之間爆發了極其慘烈的權力鬥爭，整個朝堂都被捲了進來。可誰能想到，在這場你死我活的爭鬥中，卻出現了一個意想不到的意外。身為皇後的埃斯梅拉達竟然對政敵的女兒布萊爾疼愛到了骨子裡。誰能想到，一場突如其來的宮殿大火，把眼前這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毀了。這場大火不僅燒毀了皇後的寢宮，還讓年幼的布萊爾身受重傷，甚至因為精神刺激太大，他徹底失去了那一天的記憶。皇帝陛下這下徹底震怒了，立刻下令徹查整起事件，非要揪出幕後黑手不可。可查來查去，所有的線索和證據竟然全都指向了皇後埃斯梅拉達。雖然德爾瑪卡家族拼死否認，堅決不承認皇後的罪行，但結果根本無法改變。皇後最終被扣上了叛國者的帽子，落得個極其淒慘的下場。皇室和德爾瑪卡家族的恩怨早就已經深不見底了。就在這個時候，一封來自皇室的信件被送到了德爾瑪卡公爵府，而收信的人正是前皇後埃斯梅拉達唯一的侄子海德琳。另一邊，女僕麗娜正走在走廊上，心裡依然在不停地犯嘀咕：皇室當年做事做得那麼絕，布萊爾怎麼可能高高興興的聯姻？可麗娜突然停下了腳步，因為她發現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布萊爾不僅沒有半點難過，嘴角反而還掛着一絲笑意，這反常的反應實在讓人有些捉摸不透。馬車在路上不停地搖搖晃晃，盧斯忍不住開始大聲抱怨，覺得皇帝這事辦得實在太不要臉。兩家明明有着這麼深的恩怨，皇帝居然還能厚着臉皮提出聯姻。當初德爾瑪卡家族落難的時候，皇室可是在旁邊冷眼看笑話。盧斯越說心裡越覺得激動，問海德琳
難道就一點都不生氣嗎？皇室現在主動貼上來，分明是看中了海德琳在戰場上的威望，想要借他的事來穩固地位。海德琳冷冷地打斷了他，低沉地叫了聲盧斯的名字。盧斯嚇得立刻閉上了嘴巴。海德琳冷漠地提醒他，這已經到了公主的府邸，說話最好放乾淨一點。馬車緩緩停在府邸大門前，盧斯趕緊低下頭認錯，但海德琳心裡究竟在想些什麼，誰也無法輕易猜透。盧斯忍不住深深地嘆了口氣，覺得布萊爾這回真是占了大便宜，什麼都不用做，就白白得到了帝國最搶手的結婚對象。此時的布萊爾正帶着麗娜往前走，他突然停下腳步開口，說自己想要單獨見見海德琳。聽到這話，麗娜整個人都愣住了，也難怪他會表現得這麼吃驚，畢竟在前世結婚之前，布萊爾可是想方設法地躲着海德琳，但這一次為了能讓婚禮順利進行，他必須主動邁出這關鍵的一步。大門被緩緩推開，海德琳已經在房間裡面等着了。看着眼前這個冷峻的男人，布萊爾在心裡暗暗發誓，絕對不能出任何差錯，海德琳必須成為他的丈夫。他走上前去，主動開口，感謝公爵。百忙之中抽空過來，海德琳微微躬身行禮，語氣裡聽不出任何的情緒起伏。布萊爾卻不想再繼續浪費時間，直接選擇開門見山。他看着眼前的男人，平靜地表示自己絕對不會拒絕這樁婚事。海德琳聽完並不覺得意外，畢竟皇帝親自下達的命令，誰也沒法輕易違抗。可還沒等海德琳多想，布萊爾就拋出了自己的合作條件：1年，他只要1年的婚姻時間，1年之後他會主動提出離婚，而且所有的後果和罵名都由他一個人來背負，絕對不會反悔糾纏。布萊爾繼續拋出誘人的籌碼，他向海德琳鄭重保證，自己絕不奢求他的任何感情，更不會用情感來束縛他。只要海德琳同意結婚，他還有一個對方絕對無法拒絕的條件，他會全力配合海德琳調查10年前皇後宮殿大火的真相。聽到這個隱藏多年的秘密，海德琳終於有了明顯的反應，他忍不住低聲冷笑出聲。這樁看似荒謬的交易，看來是變得越來越有意思了。布萊爾看着眼前的男人，拋出了自己最後的籌碼，只要海德琳同意聯姻，他就會配合調查當年大火的真相。聽到這話，海德琳卻忍不住冷笑起來。這個女人當年見死不救，如今居然有臉拿這個當交易籌碼，她怎麼可能輕易相信她？整整10年，布萊爾都選擇閉口不言，現在卻為了聯姻就是重提，這讓海德琳心中恨意翻湧。她冷冷低質問對方：“殿下為什麼非要選擇這樁婚姻？”布萊爾的語氣依舊平靜，因為結婚是他離開皇宮唯一體面的辦法。聽到這個荒謬的理由，海德琳忍不住出言反問：“既然只是為了離開，找個真正愛他的人不是更好嗎？”聽到“愛”這個字，布萊爾瞬間愣在原地，那些被刻意遺忘的過去再次在心頭動搖起來。布萊爾的態度異常堅決，他不需要虛無縹緲的感情，更不信什麼永恆的承諾，他要的只是一場明碼標價的交易，而海德琳就是最合適的合作對象。看着眼前冷漠的女人，海德琳突然想起小時候的約定，可那些溫存早就被時間沖散。她收回思緒，最終鬆口答應了這樁婚事。因為這場交易背後的真相，她必須查個水落石出。只要娶了這位公主，海德琳就能拿回被削減的兵力，這正是德爾馬克家族最需要的。雖然不知道布萊爾有什麼企圖，但只要能查清當年的真相，1年後順利離婚，這筆買賣對他來說穩賺不賠。既然事情已經談妥，海德琳直接起身告辭。看着男人離去的背影，布萊爾欲言又止，那些被大火吞噬的記憶再次瘋狂湧上心頭。布萊爾看着空蕩蕩的門口，心中藏着一個最深的疑問：前世到底是不是這個男人殺了自己？轉眼到了婚禮前一天，布萊爾獨自來到前任皇後的墓前，他輕聲喚着對方的名字，問他是不是在怪自己懦弱，逃避了整整10年。在前世，他為了海德琳曾試着查明一切，結果不僅一無所獲，反而把自己的身體徹底折騰垮了，兩人的婚姻也變成了一場災難。前世的海德琳曾冷酷地警告他，以後少管閒事，像以前一樣當個局外人就好。可布萊爾心裡很清楚，如果這輩子繼續逃避，那就什麼都改變不了。這一次他必須直面真相。就在這時，女僕慌忙跑來傳話，說卡特里娜已經在等他了。布萊爾還沒來得及反應，手腕就被人一把死死攥住。卡特里娜冷着臉，直接強行闖了進來。卡特里娜一開口，便是壓抑不住的怒火。她質問布萊爾，為什麼要在婚禮前一天去祭拜那個差點害死他們的女人？在卡特里娜眼裡，自己才是給了布萊爾生命的母親，而布萊爾的任性只會連累身邊的女僕受罰。看着眼前強勢的母親，布萊爾腦海中全是童年的陰影。為了把她培養成完美的繼承人，卡特里娜的掌控遇到了極點。只要布萊爾有一點不聽話，受罰的就會是無辜的僕人。為了不連累別人，布萊爾只能選擇順從，去迎合所有人對優雅的期待。可這種令人窒息的控制，真的是愛嗎？直到布萊爾第一次抱起兒子阿希爾，他才終於明白什麼是真正的母愛。那是一種看着孩子吃飯，心裡都會覺得甜的本能，而不是像卡特里娜那樣，只有無盡的控制和利用。布萊爾不想再忍了，他直視着母親的眼睛，冷冷地把話挑明：你從來就沒有愛過我，現在又何必在這裝模作樣？卡特里娜的臉色瞬間陰沉下去，她猛地伸手捏住布萊爾的臉，語氣裡全是威脅：後天就是婚禮了，你也不想這張漂亮的臉上留下什麼擦不掉的傷痕吧？布萊爾毫不示弱地反駁：這可是你親口說的，為了你和哥哥，我必須做好我該做的事。卡特里娜被对得一时語塞，只能咬牙切齒地指責女兒狠毒。但這一次，布萊爾絕不會再妥協。如果想要改變悲慘的命運，他就必須徹底告別懦弱的自己。那份卑微又窒息的母愛，到今天為止，總算是徹底結束了。轉眼就到了婚禮這天，漫天大雪中，禮堂顯得格外宏偉。布萊爾
終於要走向他新的人生。哥哥伊萬牽着布萊爾入場，嘴裡卻全是在夫家生子討好的說教。聽到母親這兩個字，布萊爾想起了被控制的過去，但他早已不再是任人擺布的木偶。他冷冷拒絕了這份虛偽的關心。大門在眼前緩緩推開，迎着刺眼的光芒，布萊爾邁出了改變命運的一步。布萊爾一出場就驚豔了全場，賓客們驚嘆他美得像雪中精靈。海德琳站在神壇前靜靜看着他走近，伊萬虛偽的把妹妹的手交了出去，海德琳順從的接過來，答應會遵從皇室的意願，但這背後的交易只有他們自己清楚。在神父的宣誓聲中，這場各懷鬼胎的婚禮終於禮成。海德琳緩緩掀起頭紗，看着眼前美得晃眼的新娘，她第一次有些失神。誰能想到婚禮才剛結束幾個小時，新郎海德琳就直接玩起了失蹤。助手盧斯深夜在書房整理文件，一抬頭卻被眼前的身影嚇了一跳。盧斯結結巴巴地詢問：“今晚可是您的洞房花燭夜，您怎麼會跑到書房來加班？”海德琳卻一臉冷漠地表示：“這只是一場各取所需的交易，根本沒必要浪費時間。新婚之夜，把新娘晾在一邊。”盧斯忍不住擔心會鬧出風言風語。海德琳看着手裡的文件，提起布萊爾答應配合調查10年前的大火。雖然懷疑布萊爾是在裝失憶，但海德琳並不打算深究。他嘴上說着這只是一場契約婚姻，自己絕不會去守那些無聊的規矩。可話還沒說完，他手裡的筆卻突然停住了，腦海中全是布萊爾穿着婚紗的樣子。有些事情似乎已經開始失控。看着海德琳突然站起身，盧斯有些意外地詢問他是否要過去。海德琳淡淡表示自己只是有些好奇，想看看那個女人見到自己會是什麼表情。此時的新房裡，布萊爾正獨自坐在桌前寫着什麼。海德琳直接推門走了進來，看着窗前那個嬌小的身影，海德琳走上前按住了他手裡的紙筆，低聲說：“我以為你現在早就睡了。”布萊爾有些慌張地抬起頭，海德琳卻冷冷調侃他反應像見鬼，直言新婚之夜夫妻待在一起理所當然。布萊爾局促地解釋自己沒料到他會來，海德琳的目光卻落在了桌上的紙上，那上面赫然寫着2人的契約條款。布萊爾大方承認這是契約協議，他必須配合調查10年前的大火真相，而且婚姻期限只有1年，他顯然已經做好了隨時抽身的準備。海德琳念出協議的第2條條款，雙方必須像真正夫妻一樣互相尊重，不僅要維護體面，還要履行應盡的義務。海德琳突然抬頭看着他，詢問如果自己違約會有什麼後果。布萊爾深吸一口氣，直接放出狠話：“如果你違約，那我就一輩子不離婚了。”聽到這個懲罰，海德琳忍不住輕笑出聲，這反應反而讓布萊爾有些摸不着頭腦。協議上寫着每月履行義務不得超過2次。海德琳用手指輕輕敲擊着桌面，突然湊到布萊爾耳邊低聲調侃，問他是不是打算晚上來給自己暖床。布萊爾頓時有些急了，他其實只是想借機生下兒子阿希爾，只能強裝鎮定解釋是為了維持友好關係。聽到友好關係這4個字，海德琳意味深長地重複了一遍，接着直接伸手將他攬入懷中，表示現在就該履行夫妻義務了。布萊爾怎麼也沒想到，這個冷酷的男人會主動提出這種要求。看着步步逼近的海德琳，他徹底慌了，連忙勸阻說今晚沒必要非要圓房。可海德琳根本不打算給他退縮的機會，直接將他死死扣在懷裡，低聲表示自己現在就要履行契約。這下布萊爾是徹底逃不掉了，既然是自己主動送上门的交易，接下來的代價他也只能咬牙承受。既然無處可逃，布萊爾只能順從地閉上雙眼，任由海德琳將他緊緊抱住。這個吻比想象中還要深沉。海德琳在他耳邊低聲提議：“我們去床上吧。”被放到床上的那一刻，布萊爾的腦海中卻異常清醒。他早就聽說過，男人就算對沒有感情的女人也能做這種事情，所以這一切根本代表不了什麼，更談不上是愛。他甚至懶得為了什麼目的去假裝溫柔，這不過是成年人之間一時興起的慾望罷了。看着海德琳緩緩解開衣帶，布萊爾深吸了一口氣。既然只是一場各取所需的交易，那就讓這一切快點結束吧。在前世，布萊爾見過他身體的次數多到數不清，可這一次感覺卻完全不一樣了。僅僅是被海德琳這麼盯着，他就有些不知所措。海德琳湊到他耳邊說：“別把臉轉過去，要是你躲着我，這感覺可就不像夫妻了。”海德琳順勢握住了他的手，這下布萊爾更加緊張了。布萊爾抓着他的肩膀說：“不用做這些多餘的事，直接開始吧。”海德琳卻壞笑了一下，反問：“你確定嗎？你的身體可不是這麼說的。”海德琳看着身下的人，其實放縱慾望確實更讓人痛快，可這個女人實在太脆弱了，要是自己真的失控，她恐怕根本承受不住。更重要的是，海德琳絕不能因為一時的衝動就毀掉這個能幫她查清當年大火真相的唯一線索。海德琳看着身下的人，她不得不承認，布萊爾確實很美。以前她從沒把這當回事，畢竟這只是一場交易。可現在她發現自己竟然有些失控了，這本該是一場各取所需的交易，可事情好像正在脫離掌控。看着眼前的女人，海德琳徹底恍神。布萊爾低聲喊着她的名字，聲音裡帶着一絲無助。這聲音讓海德琳心裡一震，有那麼一下，她差點忘了這個女人的身份，忘了她到底是誰的女兒。腦海中閃過仇人的影子，海德琳一下子清醒了過來。她停下動作，眼神重新變得冰冷。清晨的陽光照進來，布萊爾迷迷糊糊地睜開眼，卻只看到海德琳準備離去的背影。他下意識地喚了一聲她的名字，可男人並沒有停下腳步。看着空蕩蕩的房間，布萊爾自嘲地笑了笑，自己到底在期待什麼？這輩子終究是不同了。前世的這個時候，海德琳還會陪他到天亮，可現在回過頭想想，那時候的溫柔不過是另有目的。他
他只是想從自己嘴裡套出當年大火的真相罷了。可笑的是，自己居然把這種利用當成了真心。布萊爾在心裡一遍便警告自己，千萬別再犯傻了，這個男人根本就不愛他。看着空蕩蕩的房間，布萊爾只能自己默默承受這份冷清。女僕麗娜在一旁氣得不行，一邊梳頭一邊替自家小姐委屈。新婚夜把新娘一個人扔下，這算什麼事？布萊爾倒是一臉無所謂，覺得分房睡反而更自在。可麗娜根本聽不進去，越說越激動，手上的力道一下子沒收住，疼得布萊爾直皺眉頭。麗娜這才趕緊道歉。麗娜還是忍不住嘮叨，覺得公爵應該多體貼一下新王妃。布萊爾忍不住打趣她，你一個沒結婚的小姑娘怎麼懂這麼多？麗娜得意地表示，這都是從書裡學來的學問。布萊爾直接戳穿她，問是不是那些帶紅色標籤的言情小說。這下麗娜徹底慌了神。不過看着鏡子裡的自己，布萊爾也有些犯嘀咕，那個男人長得確實像小說裡寫的那樣，但以後的日子到底會怎麼樣，誰也說不準。就在布萊爾整理衣服的時候，脖子上突然閃過一道紅光，這紅光來的詭異，居然是一個若隱若現的魔法陣。這下布萊爾徹底懵了，難道是自己產生了幻覺？旁邊的麗娜看他不對勁，關切地問是不是領口不舒服。布萊爾趕緊掩飾過去，只當是自己看花了眼。可還沒等他緩過神來，卻注意到麗內的手上纏滿了繃帶。昨晚洗澡的時候明明還好好的，怎麼一眨眼就傷成這樣？布萊爾剛想讓人去請醫生，麗娜卻顯得有些慌張，連忙解釋說是早上在廚房切菜弄傷的，還一直強調自己笨手笨腳。可這欲蓋彌彰的解釋反而讓布萊爾起了疑心，這傷口真的只是切菜弄出來的嗎？麗娜一邊幹活一邊抱怨，覺得公爵對自家小姐太冷淡，畢竟布萊爾為了她遠嫁北方，身邊連個能說話的人都沒有。其實麗娜的處境和自己又有什麼區別呢？麗娜把布萊爾按回座位，催促他趕緊收拾好去吃早餐。看着鏡子裡的麗娜，布萊爾心裡滿是愧疚，這個傻丫頭陪着自己背井離鄉，可前世的自己只顧着自怨自艾，根本沒有好好護着她。尤其是看着麗內手上纏滿的繃帶，布萊爾越想越覺得不對勁。麗娜根本不用去廚房幹活，怎麼可能會被刀切傷？難道在這公爵府裡已經有人開始暗中排擠她了？麗娜倒是沒察覺到異樣，還笑着開導布萊爾，勸他別想那麼多，當務之急是先安頓下來，以後有的是機會讓那個冷酷的公爵後悔。頭髮終於梳好了，麗娜笑着準備帶布萊爾去餐廳，可看着鏡子裡的自己，布萊爾知道接下來的每一步他都必須走得加倍小心。布萊爾深吸一口氣，既然躲不過去，那就只能去面對了。一進餐廳，那個男人已經坐在了主位上，這頓早餐注定不會太輕鬆。海德琳一邊敲着扶手，一邊主動開口打招呼：“早上好，昨晚睡得怎麼樣？”偌大的餐廳裡，只有餐具碰撞的清脆聲響，氣氛冷得像要結冰。海德琳一邊吃着早餐，一邊公事公辦地交代：“吃完飯，管家會帶你熟悉莊園，今天剩下的時間你自由安排。”布萊爾只是客氣遞到了謝。海德琳又補了一句：“有什麼想問的，隨時可以開口。”布萊爾也沒客氣，直接拋出了最核心的問題：“你打算怎麼調查10年前的那場大火？”聽到這話，海德琳手上的動作頓了一下。既然你把當年的事忘了，我已經讓人去請催眠師了。布萊爾心裡一沉，無奈地解釋：“我以前試過很多次催眠，根本沒有任何用處。”可海德琳根本不為所動，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也許這次會有用呢。”這句話一出，布萊爾徹底明白了，這個男人從始至終就沒相信過他。布萊爾反問他：“換作是你，你會輕易相信嗎？”海德琳根本不為所動，他無法判斷這失憶是真是假。同意這樁婚事，可不代表他真的信任他。既然這只是一場利益交換的契約，布萊爾知道自己必須打消他的疑慮。布萊爾微微一笑，答應了接受催眠的提議。吃完早飯，管家梅森帶着布萊爾熟悉莊園，推開厚重的大門，這裡是緊鄰大廳的圖書館。梅森在一旁徑直地介紹着，穿過這裡，對面就是每天用早餐的餐廳。在這座冷冰冰的莊園裡，布萊爾的每一步都必須走得加倍小心。管家梅森一邊帶路，一邊細心介紹着莊園的往事，說起前任公爵最愛這裡的陽光，還有窗外那棵皇室贈送的老樹。看着這位盡職的老管家，布萊爾心裡五味雜陳。梅森在這個家待了3代人，對這裡的了解甚至超過了海德琳自己。雖然前世已經走過無數遍，可如今重新看着這一切，布萊爾卻覺得有些陌生，就像是第一次見到一樣。不知不覺天色已晚，夕陽的餘暉灑進走廊，梅森這才反應過來，連忙為耽誤了太久而道歉，準備送布萊爾回房休息。走到半路，老管家突然停下腳步，有些自責的開口，說自己光顧着興奮，倒忘了夫人剛辦完婚禮，身體肯定還累着。布萊爾微微一笑，表示這些都是自己該熟悉的，並不介意。梅森也順勢表態，以後有任何問題隨時可以找他。布萊爾想了想，主動跟梅森提出想看看莊園的僕人名單，還有財產清單賬簿。聽到這個要求，老管家梅森明顯愣了一下，畢竟夫人一上來就要查賬，這可不是小動靜。梅森試探着問：“這些瑣事交給他處理就行，夫人難道要親自過問嗎？”布萊爾態度很堅決，自己既然已經嫁了過來，就該為這個家盡一份力。看着布萊爾認真的樣子，梅森沒再多說什麼，恭敬地答應明天就把文件送過去。布萊爾也順勢客套了幾句，說自己以後還要多向他請教，希望老管家能多指點指點。聽到這話，一向嚴肅的梅森居然露出了笑容，表示這都是自己該做的。看着老管家離去的背影，布萊爾心裡直犯嘀咕，這個平時不苟言笑的老人居然對自己笑了，看來這一步棋他是走對了。前世的布萊爾因為害怕別人的眼光，總是縮手縮腳，但重活一世，他徹底想通了，別人怎麼看根本不重要。
哪怕這公爵夫人只能當1年，他也得把該做的事做完。夜深人靜，布萊爾坐在書桌前，開始盤算接下來的計劃。雖然他跟海德琳約定只結婚1年，但有一個致命的秘密，他誰也不能說，那就是孩子阿希爾是在初夏懷上的。要是讓海德琳知道這個孩子的存在，後果不堪設想。所以他必須在顯懷之前把所有恩怨都了結。算下來，他其實只剩下6個月的時間了。在這期間，有3件大事必須辦成。第一件就是查清當年那場大火的真相。雖然海德琳已經在查了，但他必須找回自己丟失的記憶。第2件是準備離婚，可在帝國裡沒有皇帝伊萬的允許，這婚根本離不成。當初極力促成這門婚事的皇帝伊萬，為了死死限制住海德琳，是絕對不會輕易放手的。如果把海德琳推成過錯方，皇帝更不可能同意離婚。所以這個壞人只能由布萊爾自己來當。他必須制造一個天大的醜聞，逼得皇帝別無選擇，只能答應他們離婚。最有效的辦法就是讓自己捲入出軌的傳聞。可如果只有一個男人，對方肯定會被皇帝以重罪處死，根本解決不了問題。那要是同時和好幾個男人傳出緋聞呢？如果以後有人發現他懷了阿希爾，他就能順理成章的把孩子推到那些緋聞對象頭上。所以當務之急是得先找幾個願意配合演這出戲的男人。可一旦這種醜聞鬧大，他就徹底沒法在帝國立足了，甚至連首都都待不下去。要是情況更糟一點，皇帝伊萬或者他母親甚至可能會直接把他關起来。所以只要一離婚，他就必須立刻離開這裡。在這之前，他得神不知鬼不覺的給自己弄個新身份，再找好退路。看來是時候去一趟公會了。除了這些，還有第3件最要緊的事，他必須查清楚前世到底是誰派刺客殺了他。直覺告訴他，那場謀殺絕對不只是個人恩怨那麼簡單。布萊爾心裡很清楚，前世那場致命的刺殺背後肯定有幕後黑手在操縱，他必須查出真相，否則悲劇還會重演。尤其是為了孩子阿希爾，這一世他絕對不能再出任何差錯。布萊爾決定先從身邊的人查起，可就在他準備明天去訓練場時，突然想起來一件重要的事，那份決定2人命運的協議契約居然還沒正式交給海德琳，這事可耽誤不得。布萊爾拿着契約直接找到了海德琳的房門口，輕輕敲了敲門，屋裡傳來海德琳的聲音：“是梅森嗎？進來吧。”布萊爾推門進去，有些不好意思的解釋：“我們好像還沒把契約簽好。”可話還沒說完，布萊爾整個人就愣住了。誰能想到門後的海德琳居然穿成這樣？海德琳看着主動找上門的布萊爾，所以這一次是你主動來找我的。布萊爾神色有些尷尬，連忙為昨天的匆忙道歉，解釋說還沒來得及簽好契約。海德琳冷冷地瞥了他一眼，在他眼裡，這契約就是張廢紙，根本沒有任何約束力。可看着布萊爾認真的樣子，海德琳只覺得他天真又固執。他順手拿起羽毛筆，催促他趕緊把契約交出來，簽完好讓他回房休息。就在海德琳準備落筆時，布萊爾卻突然伸手攔住了他，提醒他這可是正式契約，必須先仔細看一遍。海德琳有些不耐煩，質問他昨天不是都對過了嗎？布萊爾卻微微一笑，反問他萬一自己偷偷改了內容呢？一瞬間，房間裡的氣氛變得極其微妙。海德琳看着眼前的女人，只覺得好笑，這簡直是老鼠在警告貓有陷阱。布萊爾突然開口，提出想再加一條附加條款，他希望1年後契約到期時，海德琳能給女僕麗娜寫封推薦信，幫麗娜找個好去處。海德琳有些意外，確認是不是他從皇宮帶出來的女僕。布萊爾點頭承認，誇讚麗娜做事情快有能力。海德琳心裡頓時起了疑心，這女人連最信任的女僕都不帶走，難道是打算獨自遠走高飛，甚至是要跟情人私奔？畢竟這種貴族醜聞屢見不鮮。不過他很快冷靜下來，反正1年後2人再無瓜葛，他想去哪裡都與自己無關。海德琳不再多問，直接簽下名字，隨後便冷淡地開始趕人，催促他趕緊回房休息。臨走前，海德琳順口提醒，明天他們必須一起去皇宮參加午宴，那地方可不是什麼善堂，明天的宴會注定是一場硬仗。布萊爾主動提議，平時的社交活動海德琳無需勉強，但只要涉及皇室或者他哥哥，2人就必須共同出席。他神色極其認真地叮囑，作為名義上的丈夫，絕不能留下把柄。海德琳看着他，只覺得他固執又天真，可布萊爾這麼做，全是為了等1年後契約到期，能順利逼迫他哥哥同意離婚。海德琳不得不承認，這女人比他預想的還要心思密。他點頭答應，表示自己會記住。正式談完，布萊爾不再多留，道了聲晚安，便轉身離開。隨着房門關上，海德琳無奈嘆息，他本在努力克制自己的慾望，結果這女人卻大半夜送上門來。最讓他頭疼的是，布萊爾根本不知道，他這一整天在他心裡點燃了怎樣的火苗。接下來的同居生活怕是會無比煎熬。昨晚的曖昧畫面在腦海中揮之不去，布萊爾的溫度讓海德琳徹底亂了陣腳。可偏偏在這個時候，他又在深夜穿着貼身睡衣找上門，毫無防備地站在他面前。海德琳很清楚自己本想淺嘗輒止，結果卻像掉進了無底深淵。他必須時刻提醒自己，這個女人可是仇人的女兒，他絕對不能動心。可看着眼前的布萊爾，海德琳第一次對自己產生了懷疑，他是不是真的瘋了，竟然會被這個女人牽着鼻子走。清晨的訓練場上氣氛緊張的要命，海德琳下手極重，仿佛在宣洩怒火，一擊之下對手直接飛了出去。海德琳面無表情，冷冷吐出2個字：下一個。底下的士兵們瞬間看傻了眼，誰也不敢上去送死。大家私底下忍不住小聲嘀咕，大清早到底是誰惹的這位爺火氣衝天？前陣子籌備婚禮連面都見不到，怎麼一轉眼就跟吃了炸藥一樣？看來昨晚的某些事確實讓他徹底失控了。
訓練場上的士兵們累得直不起腰，私底下忍不住小聲抱怨：新婚燕爾的公爵大人不陪新娘，跑来折磨他们干什么？有人嘀咕：被迫娶了仇人的女儿，誰能有心思过新婚生活？可他心情不好，憑什麼拉着騎士團受罪？士兵轉頭詢問旁邊的盧斯，盧斯也只能無奈地聳了聳肩。就在這時，海德琳突然停下動作，眾人順着他的目光看去，布萊爾在管家梅森的陪同下，正緩緩朝訓練場走來。海德琳冷冷質問：梅森帶他來幹什麼？布萊爾主動接過話頭，說自己既然已經嫁了過來，在進宮面聖前理應見見守護莊園的騎士。底下的士兵們頓時小聲議論，覺得這位新王妃是想借機立威。可盧斯心裡很清楚，這幫死人堆裡爬出來的鐵血軍人，絕不是那麼容易被收服的。這女人今天主動找上門，怕是給自己找了個大麻煩。看着走來的布萊爾，盧斯暗自搖頭，這幫騎士對皇室恨之入骨，他怎麼可能不知道？真不知道他是天真還是愚蠢。海德琳倒是很給面子，當眾宣布了布萊爾的身份，要求騎士團以後聽從他的差遣。士兵們雖然心裡犯嘀咕，但表面上還是恭敬行禮。布萊爾也客氣回應，說希望以後能得到大家的信任，但這不過是場面話。他心裡比誰都清楚，想收服這幫鐵血軍人根本是白費力氣。他今天特意跑這一趟，絕不是為了拉攏人心，而是要親眼看清這幫騎士的臉，因為前世殺他的兇手就藏在這群人當中。作為帝國3大公爵家族之一，德爾馬克家的防衛可以說是滴水不漏，手下騎士個個是戰場退下來的狠角色。可前世的刺客竟然能神不知鬼不覺潛入，這只有2種可能，要麼對方強得離譜，要麼就是莊園內部的熟人。如果真是內鬼，兇手極可能就藏在這些騎士中間。這也是為什麼布萊爾曾懷疑過海德琳，畢竟只有他有能力在自家地盤只手遮天。不過布萊爾手裡還有一個關鍵線索，那個刺客的鼻梁上有一道非常顯眼的傷疤。看着眼前一排排站立的騎士，布萊爾的心跳開始止不住地加速，他必須在這些人裡面把那個臉上帶疤的兇手給揪出來。布萊爾仔細掃視着眼前的騎士們，雖然有人臉上帶着傷疤，但根本不是他要找的那個刺客。看來兇手並不在這些人當中。既然騎士團裡沒有線索，是不是意味着海德琳跟他的死其實沒有關係？這多多少少讓他鬆了一口氣。就在這時，盧斯走上前，低聲提醒：進宮參加午宴的時間快到了，他們必須立刻出發。布萊爾正準備轉身回屋，看到旁邊的海德琳渾身是汗，他順手遞過去一塊手帕，叮囑他千萬別受涼了。海德琳接過手帕，低聲回應。這突如其來的關心讓旁邊的盧斯有些尷尬，只能假裝咳嗽打破這微妙的氣氛。看着眼前各走各的2個人，盧斯在心裡直嘆氣。就海德琳這冷冰冰的態度，誰能看出來他們是新婚夫妻？雖說沒指望公爵有多溫柔，但這麼直接拒絕人家的好意，確實有點讓人看不下去。3個人就這麼一前一後走着，盧斯走在最前面帶路，只覺得這走廊長得沒有盡頭，這尷尬的氣氛簡直快要把他給憋瘋了。就在這時，旁邊突然竄出來一個小孩，正樂呵呵地往前跑着，結果一頭撞在布萊爾身上，直接摔了個屁股蹲。這一下，盧斯嚇得魂都沒了。布萊爾剛在海德琳那受了冷落，心情肯定差到了極點。普通貴族被這麼衝撞都要發脾氣，更別說這位脾氣難測的王妃了。盧斯趕緊衝過去，把孩子護在懷裡，連聲向布萊爾道歉，解釋說這是別管傭人的孩子，一時沒看住才跑了出來。他心裡直打鼓，真怕布萊爾會當場發飆。盧斯心裡直打鼓，畢竟這位新王妃可是那個殘暴的卡特里娜的女兒，誰知道他會怎麼懲罰這孩子？他急忙說要立刻把孩子送走，沒想到布萊爾根本沒有生氣，反而溫和地安慰說沒事，還彎下腰關切地問孩子有沒有受傷。孩子搖了搖頭。布萊爾又問他叫什麼名字，孩子小聲回答說叫傑里米。布萊爾一邊幫他拍掉身上的灰塵，一邊溫柔地誇讚着名字真好聽。布萊爾笑着對傑里米說，摔得這麼重居然都沒有哭，真是個勇敢的小家伙。看着布萊爾臉上那溫柔的笑容，盧斯直接看呆了，甚至有些不好意思地紅了臉。就連站在一旁的海德琳也有些意外，在他的印象裡，這個女人向來喜怒不形於色，這還是他第一次看到她笑得這麼溫柔。海德琳看着眼前的這一幕，心裡升起一絲異樣的感覺，她怎麼也沒想到這個女人居然能笑得這麼溫柔。轉眼間，2人已經來到了皇宮的宴會廳。這場看似溫馨的午宴，其實每一步都暗藏玄機。卡特里娜笑着開口說，以前聽別人誇他們般配還不信，現在一看，這2人站在一起確實是天作之合。女人轉頭問旁邊的皇帝伊萬，是不是這個道理？伊萬哈哈大笑，說自己對這門親事滿意得很。不過皇帝話鋒一轉，直接開始催生，說德爾馬克家族人丁稀薄，他們怎麼也得生3個孩子才行。伊萬還特意點名布萊爾，問他明不明白自己的責任。這話說得冠冕堂皇，可聽在布萊爾和海德琳耳朵裡，卻像是一道無形的枷鎖。伊萬一邊倒酒一邊感嘆，說有了德爾馬克家族的聯姻，自己就像是多了一支軍隊，以後大家要多聚聚，畢竟還有很多大事要商量。伊萬舉起酒杯，祝願帝國的榮耀永存。可看着眼前的酒杯，海德琳心裡很清楚，這場所謂的合作，不過是皇室想要徹底掌控他的手段罷了。伊萬突然話鋒一轉，聊起了最近鄰國和東方的貿易，說那邊的商業活動是越來越紅火了。海德琳順着他的話應了幾句，可伊萬緊接着就嘆了口氣，說要是帝國能直接控制海上航線，那利益可就不可估量了。伊萬一邊說着，一邊別有深意地看向海德琳，問他對此有什麼看法。這話一出，旁邊的布萊爾心裡咯噔一下，海德琳更是立刻看穿了皇帝的算計。
什麼上路和港口，全都是借口。伊萬這是想利用他這個最強戰力，直接發動戰爭。難怪伊萬這麼急着要給他增兵，原來這位皇帝根本沒上過戰場，居然把打仗當成了下棋。士兵在他眼裡不過是隨時可以丟棄的棋子。海德林可不想陪他瘋，但看着旁邊有些不安的布萊爾，他改主意了。就算這契約婚姻只有1年，現在他也得護着自己的王妃。海德林剛想打個太極敷衍過去，誰能想到布萊爾居然直接站了出來，當場跟他親哥哥叫板，說戰爭的傷痛根本無法愈合。女人甚至直接按住了海德林的手，一字一頓的警告伊萬，她的丈夫和帝國的子民絕不是滿足皇帝野心的棋子。這下子整個宴會廳的氣氛徹底變了。卡特里娜當場就坐不住了，指着布萊爾的鼻子破口大罵，說他在大庭廣眾之下丟人現眼，根本不懂什麼國家大事。伊萬也在一旁冷嘲熱諷，說布萊爾畢竟沒受過帝王教育，根本不懂統治者的重擔。面对母親和哥哥的聯手施壓，布萊爾只能咬牙忍着。就在這時，一只手突然附了上來，海德林直接用行動表明了態度。海德林冷冷的開口說，布萊爾的建議是為了帝國好，這怎麼能叫不敬？卡特里娜臉色鐵青，堅稱自己只是在管教女兒，輪不到外人插手。結果海德林根本不給面子，直接把話挑明了，既然布萊爾已經嫁了過來，那她就是德爾馬克家的人，就算要管教，也輪不到旁人來指手畫腳。海德林直接把話題扯了回來。至於皇帝剛才提議的戰爭，他表示自己得先好好享受新婚生活，畢竟德爾馬克家現在最缺的就是繼承人。這話一出，直接把伊萬的嘴給堵死了。靠在懷裡的布萊爾整個人都懵了，誰能想到海德林居然會用這種理由當眾拒絕皇帝的徵兵要求。宴會結束後，馬車緩緩駛離了皇宮，車廂裡的氣氛一時間有些沉悶。海德林只是看着窗外，不知道在想些什麼。最後還是布萊爾打破了沉默，低聲向他道謝，謝謝他剛才在宴會上替自己解圍。可海德林根本不領情，冷冷地回了一句，說自己這麼做並不是為了他，只是單純看不慣皇室的作風罷了。布萊爾嘆了口氣，說不管怎麼樣還是要謝謝他，而且他還欠他一個道歉，畢竟是他的母親和哥哥一直在利用海德林去滿足他們的野心。其實布萊爾心裡很清楚，自己道歉不僅僅是因為今天的事，早在很久以前，雖然他心裡對海德林有怨恨，但更多的其實是深深的愧疚。布萊爾說着說着，眼皮開始打架，大概是緊繃的神經終於放鬆下來，他靠在車廂裡沉沉睡去。偏偏這時候馬車猛地一顛簸，布萊爾整個人失去平衡，直接栽進了海德林懷裡。看着懷裡毫無防備的女人，海德林嘆了口氣，其實他剛才說的那些狠話根本不是他的真心話，可他越是怨恨布萊爾，就越想撕碎他臉上那副冷靜的面具。以前不管他說話多難聽，布萊爾永遠都是那副波瀾不驚的樣子，像個沒有生氣的木偶，這讓他心裡莫名地煩躁，所以他才故意疏遠他，用最傷人的話去刺痛他，就是想讓他看清自己的敵意。海德林看着懷裡的女人，尤其是看到她被家人作踐的時候，他心裡就有一股無名火在燒。在這個世界上，除了他自己，誰也沒資格欺負布萊爾。不知道過了多久，布萊爾迷迷糊糊地睜開眼，周圍黑漆漆的，他一時間還沒反應過來自己在哪，一抬頭正好對上海德林那張冷冰冰的臉。海德林低頭看着他，冷冷地開口，你終於醒了。這下布萊爾徹底清醒了，原來自己一直被他抱在懷裡，這突如其來的親密讓他整個人都僵住了。布萊爾迷迷糊糊地睜開眼，發現自己正被海德林抱在懷裡，他頓時有些慌了，小聲嘟囔着讓他放自己下來。可海德林根本沒打算鬆手，反而把胳膊又收緊了一些，冷冷地表示現在放手只會更麻煩。布萊爾有些不好意思，小聲嘀咕說自己很重，結果海德林直接回了2個字，並不。就在2人彆扭的時候，盧斯急匆匆地迎了上來，低聲匯報說海德林之前找的催眠師已經到了。到了第2天，這位名叫馬塞爾的催眠師終於正式登門拜訪。布萊爾轉過頭勸海德林，要是手頭有工作要忙，其實不用特意留下來陪他。海德林卻根本沒打算走，聽說找回記憶很耗費心神，身為丈夫守在旁邊是應該的。聽到這話，旁邊的催眠師馬塞爾笑而不語，布萊爾心裡卻直犯嘀咕，他留下來真的只是因為擔心自己嗎？海德林似乎看穿了他的心思，要是換做你會怎麼做？海德林沒再多糾纏，轉頭示意馬塞爾可以開始了。馬塞爾拿出了催眠用的吊墜，引導布萊爾回到10年前皇後殿下失火的那一天。隨着吊墜輕輕晃動，布萊爾漸漸失去了意識。馬塞爾低聲詢問，那時候你大概10歲對吧？布萊爾閉着眼睛回答，是的。馬塞爾繼續引導，問他當時正在做什麼。布萊爾喃喃自語，說自己正瞞着母親偷偷前往皇後的宮殿。在催眠狀態下，布萊爾回想起了10年前的那個下午，他瞞着母親偷偷溜進了皇後埃斯梅拉達的宮殿。馬塞爾低聲引導着，問他當時在做什麼。布萊爾閉着眼回答，他們一起喝了熱巧克力，還和女僕們玩了牌。可在這之後，他就莫名其妙的睡熟了。馬塞爾繼續追問，讓他看看周圍有什麼。布萊爾的聲音有些遲疑，說四周一片漆黑，身邊全是禮服，自己好像被關在衣櫃裡。聽到這裡，旁邊守着的海德林頓時變了臉色。衣櫃，馬塞爾也覺得不對勁，因為當年的記錄裡寫得很清楚，布萊爾是在走廊裡被發現昏迷的，這記憶和現實根本對不上。催眠師低聲引導說，這就是他丟失記憶的起點。他試着問布萊爾，當時在衣櫃裡做什麼？布萊爾在潛意識裡回答，自己一睜眼就在裡面了。催眠師讓他試着走出來，可這一試卻勾起了最可怕的噩夢。
現實中的布萊爾狀態越來越差，在他的記憶深處，四周已經燃起了熊熊大火。催眠師追問他為什麼不出去，是不是門被鎖上了？布萊爾痛苦地直搖頭，說自己絕對不能出去。記憶裡還出現了皇後流淚的臉，看來當年的火災遠比大家想象的要複雜。催眠師試圖安撫他的情緒，讓他深呼吸，可布萊爾已經看到了滲進來的濃煙，現實中的他連呼吸都變得困難起來。催眠師還在堅持讓他推門出去，可布萊爾根本做不到。他痛苦地向外求救，說自己快要撐不下去了。眼看情況不对，旁邊的海德琳終於坐不住了。海德琳冷冷地開口說：“已經夠了。”但催眠師根本不想停手，還在大聲引導布萊爾推開門。可布萊爾的狀態已經越來越差，海德琳直接命令立刻喚醒他，催眠師卻還在猶豫，說只差最後一步，布萊爾必須自己跨過這道坎，才能找回深埋的記憶。記憶裡的火勢越來越大，再不出來就真的來不及了。這下海德琳徹底怒了，他一把揪過催眠師，一字一句的警告，立刻把人弄醒。海德琳強行中斷了催眠，試圖將布萊爾從火海中拉回。布萊爾猛地睜開雙眼，終於從可怕的噩夢中掙脫。海德琳一把將他緊緊抱住，懷裡的女人此刻正驚魂未定。布萊爾聲音沙啞地呼喚着他，虛脫的身體止步，駐地劇烈咳嗽。海德琳摟着他，低聲安撫，讓他跟着自己的節奏慢慢呼吸。布萊爾這才終於緩過勁來，但當年火災的真相已無法掩蓋。眼看海德琳轉身要走，布萊爾急忙出聲將他攔下。他顧不上身體的虛弱，立刻交代催眠中發現的線索。在那個起火的衣櫃外面，他隱約聽到了別人的說話聲。只要再進行一次催眠，他就能查清當年火災的真相。海德琳的臉色瞬間陰沉下來，質問他是不是連命都不要了。布萊爾卻誤以為對方在責怪自己，急忙保證下次會堅持得更久，絕對不會耽誤兩人的契約合作。這番話讓海德琳憤怒到了極點。海德琳安撫好布萊爾，讓他閉上眼睛好好休息，隨後臉色陰沉地獨自走出房間。這女人開口閉口全是契約，簡直是在拿自己的性命去賭。守在門外的盧斯趕緊迎上來匯報，說已經把催眠師送回房間安置。海德琳卻冷冷地丟下一句話，直接把那個催眠師開除。盧斯站在原地徹底懵了，不明白公爵為何突然改變主意。海德琳冷冷地吩咐盧斯重新尋找靠譜的催眠師，並把皇宮來的女僕叫到辦公室。盧斯剛想多嘴問一句原因，就被海德琳冰冷的眼神嚇退，只能老老實實下去辦差。沒過多久，女僕麗娜被帶了進來，看着眼前神色冰冷的公爵，麗娜心裡開始不停地打鼓。她甚至忍不住胡思亂想，是不是自己私下罵她的話被發現了？明明是海德琳新婚夜拋棄新娘，麗娜覺得自己並沒有做錯什麼。海德琳冷冷地開口詢問：“聽說你伺候布萊爾已經很久了？”麗娜老實承認，並主動提起一件事：布萊爾的房間裡從來不點壁爐，哪怕是寒冷的下雪天也一樣。海德琳立刻追問她是不是怕火。麗娜解釋說，只要布萊爾在房間，就必須把所有的火全部熄滅。她顯然對火有着極深的抗拒。海德琳猜測是因為10年前的大火。麗娜嘆氣表示，大概就是這個原因。海德琳接着又問起她平時的咳嗽。麗娜無奈地向公爵解釋，布萊爾的呼吸系統一直很差，這就是當年那場大火留下的病根。海德琳聽完之後沉默不語，原來這才是他身體虛弱的真相。轉眼到了第二天，布萊爾的病情反而更加嚴重了。醫生急忙將配好的藥送了過來，解釋說他是因為受了太大刺激，導致免疫系統一下子垮掉。看着躺在床上毫無生氣的女人，海德琳默默地守在床邊。沒想到平時嘴硬的她如此脆弱，布萊爾的身體底子確實很差。好在退燒藥終於起了一些作用。還沒等海德琳鬆一口氣，昏迷中的布萊爾突然哭出聲來，在夢裡痛苦地喊着埃爾的名，緊接着他又斷斷續續地喊出阿希爾。聽到這兩個名字的瞬間，海德琳整個人都愣在了原地。他終於明白這一切是怎麼回事了。難怪布萊爾對契約如此執着，甚至不惜觸碰痛苦的火災回憶。如果他心裡一直藏着一個情人，那麼這一切就完全說得通了。之前他口口聲聲說不相信愛情，現在看來不過是掩人耳目的謊言。那個不要命愛上公主的傻瓜是誰？海德琳心裡根本不在乎，可偏偏那個男人的名字居然和他們家族的祖先一模一樣，這讓他的心裡莫名感到一陣煩躁。麗娜端着水盆走在走廊上，心裡總算鬆了一口氣。布萊爾的燒已經退了，估計明天早上就能好起來。就在這時，迎面走來兩個女僕，看似關心的跟麗娜搭話，詢問布萊爾的病情，還勸麗娜早點回去休息。可等麗娜剛走過去，身後的女僕卻突然變了臉色，冷冰冰的警告她，下次走路最好看着點，要是再摔一次，骨頭都給你拆了。麗娜在走廊上直喘粗氣，剛才那些人的威脅讓她到現在都緩不過神來。另一邊，盧斯給海德琳送來了一本畫冊，說是男爵夫人特意送過來的。海德琳這才想起來，新年祭典馬上就要到了。盧斯在一旁解釋，對方想讓他先挑好禮服面料，好提前去搜羅稀有的料子。海德琳隨手翻開畫冊，心思卻根本不在這上面，因為躺在床上的布萊爾嘴裡還在不停念叨着一個名字，阿希爾。這個名字注定要成為他心頭的一根刺。海德琳嘆了口氣，隨手把畫冊丟回給盧斯，他根本不在乎什麼款式，只冷冷交代了一句，不管花多少錢，都要挑最保暖的料子。看着窗外飄落的大雪，他心裡想的全是那個身體虛弱的女人。沒過幾天，男爵夫人就帶着布料上門，他特意挑了些又輕又暖的料子，笑着打趣說，這肯定是公爵心疼夫人的身體，特意囑咐的。布萊爾聽着這些話，心裡卻有些異樣。就在這時，男爵夫人突然疑惑的四處張望，說自己帶來的女僕不見了。布萊爾
沒有多問，只是客氣地向對方道謝，感謝他之前設計的婚紗。可那個突然消失的女僕到底去了哪裡？男爵夫人一臉討好地表示，能為帝國最美的女人設計禮服，簡直是她莫大的榮幸。接着便興致勃勃地展示設計圖。布萊爾只是靜靜聽着，並沒有多說什麼。等把設計圖交代完，男爵夫人便笑着告辭，約好下次直接帶誠意過來。送走客人後，布萊爾總覺得哪裡不對勁，他轉頭問旁邊的女僕麗娜跑哪去了？怎麼從剛才起就沒見人影？女僕有些支支吾吾，說自己也不太清楚，還主動提出去幫忙找人。布萊爾擺了擺手，示意不用麻煩了。他順手拿起旁邊的披肩。女僕見狀，趕緊追問：“夫人，這是要出去散步嗎？”布萊爾淡淡的回了一句，自己想一個人靜靜。說完便獨自往外走去。布萊爾越想越覺得不對勁，平時那些公爵府的女僕個個躲他像躲瘟神一樣，連個口信都懶得幫他轉，今天怎麼突然這麼主動，跑來通知他男爵夫人到了。更奇怪的是，麗娜平時寸步不離，現在卻連個影子都見不着，反而換成了这幫人。他突然想起一件事，麗娜手上還纏着繃帶，這下糟了，麗娜肯定是出事了。幾個女僕正聚在走廊裡，小聲嘀咕着麗娜的去向，有人還幸災樂禍地猜測她是不是正躲在角落裡哭呢。另一個女僕卻冷笑連連，說麗娜跟她那個主人一樣，骨頭硬得很，根本連眼淚都沒掉一滴，只是跑去清洗身上的髒水了。有人開始擔心麗娜會不會跑去告狀，旁邊的人卻一臉不屑，要是那丫頭真敢告狀，他們早就倒霉了。可他們怎麼也沒想到，布萊爾此時就站在門外，把這些話聽了個一清二楚。麗娜嚇得話都說不利索，趕緊問她怎麼在這。看着這群勢利的女僕，布萊爾一下子全想通了。以麗娜的脾氣，平時絕不是個任人欺負的主，這次之所以選擇默默忍受，全是因為擔心自己本就糟糕的名聲會因為這些衝突變得更難聽。原來從前世開始，這個傻丫頭就一直在默默保護她。布萊爾越想越覺得自責，以前自己只顧着眼前的麻煩，竟然忽略了身邊人受的委屈。這一次他不打算再忍了，他一把拉起麗娜的手，直接推門闖了進去，對着那群嚼舌根的女僕冷冷的命令：“道歉！”這群女僕直接被嚇傻了。布萊爾冷冷地重複了一遍：“我說向麗娜道歉。”帶頭的女僕還想裝糊塗，嬉皮笑臉地問：“夫人，您這突然是怎麼了？我們做錯什麼了嗎？”話音未落，布萊爾抬手就是一巴掌，狠狠甩在對方臉上。這一巴掌下去，整個走廊都安靜了。這還是他第一次動手打人，雖然手心發麻，心裡也直犯惡心，但他知道這只是個開始。剛才那一巴掌甩過去，布萊爾自己也有些後怕，這做派簡直和他母親一模一樣。但為了保護麗娜，他今天絕不能退縮。麗娜嚇得趕緊拉住他，小聲勸他別把事情鬧大，一直強調自己沒事。可看着麗娜受委屈的樣子，布萊爾的眼淚根本止不住。要不是因為他，麗娜也不會受這委屈。他一把將麗娜抱進懷裡。就在這時，走廊裡傳來一陣腳步聲，海德琳沉着臉走了過來，冷冷地質問：“這裡在鬧什麼？”這下麻煩了。被打的女僕捂着臉，哭哭啼啼的向海德琳告狀。這下惡人先告狀，局勢對布萊爾可不太妙。海德琳冷冷地掃視着現場，目光最後落在了角落裡。布萊爾此時正緊緊護着麗娜，兩人手拉着手，誰也不肯退讓半步。看到這一幕，海德琳卻突然愣住了，她顯然沒想到布萊爾居然會為了一個女僕做到這種地步。被打的女僕慌忙跪倒在海德琳面前，惡人先告狀，聲稱自己只是在按規矩懲罰下人，反指責是布萊爾在小題大做。可海德琳根本不吃這一套，眼神冰冷地吐出一句：“我沒有問你。”瞬間讓女僕啞口無言。布萊爾索性直接站了出來，坦然承認是自己動的手，因為這些人合夥欺負他的人。被打的女僕心裡還在盤算，覺得海德琳絕不會幫仇人的女兒。布萊爾也深知這一點，但這一次他絕不打算退縮。海德琳面無表情地開口，說是自己沒有管教好下屬。這下輪到告狀的女僕徹底傻眼。海德琳接着表態，待會就會親自處置這幫人。女僕們頓時慌了神。麗娜見狀，趕緊站出來打圓場，說這只是一場誤會，自己其實並沒有什麼大礙，並悄悄向布萊爾求助。布萊爾明白麗娜的顧慮，順着她的話說道：“雖然自己剛才很生氣，但直接開除確實懲罰太重，不如讓他們當面道歉，再扣掉半個月的薪水。”海德琳沉默不語，女僕們見狀趕緊低頭認錯，這場鬧劇才勉強收場。女僕跪在地上拼命求饒，說自己是一時糊塗，求公爵大人寬恕。海德琳根本不吃這一套，冷冷地表示：“你們該道歉的對象是我的妻子和那個女僕，而不是我。”接着他直接吩咐盧斯去通知管家，扣掉他們2個月的薪水。布萊爾有些意外，下意識喊了海德琳的名字。海德琳轉頭看着他，語氣不容置疑地表示：“這個懲罰非常合適。”這時盧斯在一旁低聲提醒：“公爵大人，我們該出發了。”海德琳應了一聲，臨走前卻突然湊上前，在布萊爾額頭上輕輕一吻，溫柔地交代自己很快回來。隨後他冷着臉從女僕身邊走過，態度已經再明顯不過。布萊爾看着他離去的背影，心裡徹底明白了，他是在用實際行動警告所有人，他是他的妻子，以後誰也別想動他一根羽毛。海德琳這次確實站在了他這邊，可看着他離去的背影，布萊爾心裡卻高興不起來。明明應該覺得感激，可此時此刻，一股深深的無力感將他淹沒。他恨自己的弱小，恨自己連保護身邊的人都做不到。另一邊，麗娜端着水盆走在走廊上，心裡滿是擔憂。夫人那雙嬌貴的手，今天卻為了她動手打人。要是自己就這麼離開，夫人以後該怎麼辦？布萊爾拉着麗娜的手，滿心都是愧疚。他不停地向麗娜道歉，怪自己明白得太晚，才讓這個一直守護她的傻丫頭受了這麼多的委屈。
麗娜端着冷水推開門，想幫布萊爾夫婦打通的手，可剛一進門，眼前的景象嚇得她摔了水盆。只見布萊爾竟然翻過陽台欄杆，整個人站在了邊緣。麗娜嚇得魂飛魄散，衝上去死死抱住布萊爾，哭喊着求他千萬別做傻事。布萊爾趕緊解釋這是個誤會，可麗娜根本聽不進去，哭着喊着說要死一起死，死活不肯鬆手。這下布萊爾是徹底無奈了。麗娜急壞了，死活不肯鬆手，嘴裡一直喊着讓布萊爾快下來。布萊爾只能無奈地安慰她，解釋說自己只是想溜出去辦點事，讓麗娜別哭。麗娜一聽更猛了，急得直跺腳，說這實在太亂來了，萬一出事受傷了怎麼辦？布萊爾卻一臉輕鬆，指着下面說這只是2樓，底下還有灌木叢墊着，而且自己早就計劃好了。看着布萊爾那副堅定的樣子，麗娜也是徹底沒了脾氣。自家這位主子一旦下了決心，誰也攔不住。麗娜嘆了口氣，無奈地問：那您大半夜的到底要去哪？布萊爾戴上了兜帽，準備趁着夜色出發。這一趟出去，不知道又會遇到什麼麻煩。馬車一路顛簸，終於停在了一條熱鬧的街上。布萊爾掀開簾子一瞧，這裡就是工會街了。他交代麗娜在車裡等着，自己去就回。麗娜急得不行，警告他要是半小時內不出來，自己就直接衝進去要人。布萊爾只能答應下來，轉身下了車。他這次的目的地是號稱情報第一的利貝魯斯工會，因為海德琳找新催眠師太慢，他實在等不及了，必須自己想辦法找回記憶。這龍潭虎穴，他今天必須得闖一闖了。伴隨着沉重的大門被推開，裡面嘈雜的聲音撲面而來。布萊爾獨自走了進去，他心裡很清楚，既然要為以後的離婚做打算，就必須盡快找回失去的記憶。可他這身打扮，在這一堆粗人裡面顯得格格不入。原本吵鬧的酒館瞬間安靜下來。當他摘下兜帽的那一刻，周圍所有人的目光都直了。旁邊桌上的男人拍着桌子起哄，說真是個少見的美人。緊接着，一個不懷好意的男人湊了過來，笑着問道：美麗的小姐，什麼風把您吹到這種地方來了？幾個不懷好意的酒鬼湊了上來，語氣裡滿是輕浮的挑逗與嘲弄。布萊爾根本不想理會這些無賴，他眼神冰冷，直接表明來意，要求立刻見這裡的老大。帶頭的男人卻冷笑着逼近，嘲諷老大根本沒空搭理他，甚至得寸進尺的想要動手。看着這群圍上來的地痞，布萊爾的忍耐已經到了極限。為了能盡快見到工會老大，布萊爾直接亮出了底牌，拿出一枚貴重的藍寶石戒指。可他低估了這群無賴的貪婪，眼罩男非但沒有收斂，反而猛地將他按倒在沙發上。男人怒吼着質問他，是不是想拿這點小錢打發叫花子？被壓制的布萊爾毫無懼色，反而冷靜地直視着對方的眼睛。布萊爾冷冷地警告，如果現在動手，你們可就什麼都拿不到了。這話一出，周圍的無賴頓時停下了動作。布萊爾冷笑着反問，難道自己看起來不像個大客戶嗎？話音剛落，一個戴着鳥嘴面具的怪人走了過來，聲稱自己就是這裡的老大。布萊爾根本不信這種低劣的謊言，他直接繞過面具怪人，徑直走向旁邊那個不起眼的男人。他非常篤定，眼前這個戴着眼鏡的米哈伊爾才是這裡真正說了算的人。米哈伊爾有些好奇地推了推眼鏡，詢問他是如何看穿自己身份的。布萊爾直接戳穿了他的把戲，剛才所有人都在下意識地看他，而且只有他在安靜地觀察局勢。接着布萊爾反客為主，質問他為什麼要故意設局試探。米哈伊爾忍不住笑了起來，讚許地邀請他去樓上辦公室詳談。關上門後，他非常紳士地向布萊爾行禮，正式自我介紹為米哈伊爾基內斯。米哈伊爾為剛才的試探主動道歉，並直言這裡需要付出相應的代價。布萊爾神色平靜地回應，只要能辦成事，錢從來都不是問題。米哈伊爾笑着詢問具體的委託內容。布萊爾緩緩伸出3根手指，第一個要求就是要在克拉尼安王國隱姓埋名，徹底放棄現在的公爵夫人身份。這讓見多識廣的情報頭子也有些吃驚。米哈伊爾立刻明白，他是鐵了心要脫離公爵家。緊接着，布萊爾提出了第2個要求，他需要米哈伊爾幫他制造緋聞，而且是和4、5個不同男人的緋聞，前提是這些男人必須絕對守口如瓶。米哈伊爾聽後露出了玩味的笑容，主動提議自己就是最合適的人選。布萊爾爽快地答應了合作，並表示希望在6個月內完成計劃。米哈伊爾收起笑容，問出了最關鍵的最後一個要求。布萊爾從懷裡拿出一張圖紙，遞到了米哈伊爾的面前。他要求工會幫他找到持有這枚家徽匕首的神秘人。米哈伊爾爽快地接下委託，保證會動用全部力量查清。談妥之後，米哈伊爾親自送布萊爾離開。看着馬車漸漸消失在夜色中，米哈伊爾的臉上露出了深沉的笑意。他似乎在盤算着什麼更有趣的計劃。然而，布萊爾並不知道，他的一舉一動早已落入別人的眼中。盧斯在暗處默默注視着這一切，隨後立刻動身返回公爵府。他第一時間向海德琳匯報了夫人的行蹤。得知布萊爾深夜去了地下工會，海德琳猛地停下了手中的動作，眼神中閃過一絲冰冷與疑惑。海德琳怎麼也想不到，那個向來溫順的妻子會做出這種舉動。他冷冷地質問盧斯：“這到底是怎麼回事？”盧斯低聲匯報：“巡邏騎士發現1小時前，布萊爾帶着女僕溜出莊園，一路跟到了工會街。”海德琳有些意外，在這個時間，盧斯肯定地回答：“是的，他們這會兒才剛剛回來。”看着平時溫順的布萊爾，竟然會半夜溜出去，海德琳冷笑了一聲，這女人還真是讓人刮目相看。盧斯有些擔心，詢問要不要去查查他的委託。海德琳卻覺得沒那個必要，如果真是皇室的陰謀，皇帝根本不需要讓他親自去冒險。海德琳眼神深邃，皇帝現在還需要他的力量，布萊爾就算有別的心思，現在也絕不敢輕舉妄動。盧斯有些想不通，那他大半夜跑去工會幹什麼？海德琳也想知道這個女人到底在盤算什麼。
去工會強行調查只會打草驚蛇。要是讓布萊爾有了防備，以後想查他就更難了。海德琳掐滅了手裡的雪茄，吩咐盧斯暗中盯着他，看看他接下來還有什麼動作。轉眼到了新年祭典前一天，府裡來了一位特殊的客人，女人微微躬身，自我介紹是家族分支的催眠師艾格尼斯。艾格尼斯客氣地表示自己會盡全力幫布萊爾找回失去的記憶。他一邊喝茶一邊解釋，治療不能操之過急，得先從適應那個時期的記憶開始。接着他試探着詢問夫人是不是受了什麼嚴重刺激才導致失憶的。人在極度痛苦的時候，越是強行去想，記憶反而會被藏得越深，那段被深埋的過去，對布萊爾來說簡直是一場噩夢。布萊爾有些疑惑，詢問對方什麼叫適應。艾格尼斯微笑着解釋，以後每周都要一起喝茶，順便聊聊小時候的事情。聽到這個方案，布萊爾卻有些遲疑，這種慢吞吞的辦法根本來不及幫他找回記憶。要是不能在懷孕前結束契約婚姻，海德琳遲早會發現秘密，而且一旦懷上孩子，身體的劇痛會讓他無法強行回憶。留給他的時間只剩短短6個月，他必須在孩子降生前把所有真相都查清楚。看着沉默不語的布萊爾，艾格尼斯輕聲安慰，勸他不要太焦急。艾格尼斯溫柔地勸道，只要放鬆下來，信任自己就行。布萊爾也只能點頭答應。艾格尼斯笑着表示自己很期待听他分享過去的故事，這感覺就像在體驗另一個人的人。聊着聊着，艾格尼斯感嘆時間過得真快，轉眼就到了這一年的最後一天。為了幫布萊爾引導記憶，艾格尼斯主動提議聊聊小時候關於新年祭典的事情，尤其是發生意外的那一年，有沒有什麼印象深刻的小事？布萊爾想了想回答，那一天正是他第一次見到海德琳的日子。回憶的閘門瞬間打開，在布萊爾11歲的前一天，女僕麗娜正忙着幫他梳妝打扮。收拾妥當後，布萊爾第一站就去了皇後寢宮。雖然聽說埃斯梅拉達皇後最近很忙，但他還是想去碰碰運氣。可當他興沖沖地跑進去時，卻發現屋裡除了埃斯梅拉達皇後，還站着另外一個人。皇後笑着打了個招呼，布萊爾，你來得正好。但布萊爾的注意力全被皇後身後那個黑髮男孩吸引了。那個冷冰冰的男孩子，難道就是皇後提起過的那個孩子？埃斯梅拉達嘆了口氣，說自己只有一個侄子，年紀輕輕就當了家主，平時孤零零的怪可憐，要是能有布萊爾這樣的朋友就好了。布萊爾立刻拍着胸脯保證，讓皇後陛下放心，自己絕對能和他成為好朋友。埃斯梅拉達笑着把海德琳拉到跟前，讓她向公主問好。海德琳倒也規矩，直接單膝跪地行了個穩手，動作優雅的挑不出一點毛病。可就在海德琳抬頭的那一刻，那冷冰冰的眼神讓布萊爾整個人都愣住了，這哪裡像個小孩子該有的樣子？布萊爾有些緊張的打了個招呼，很高興見到你德爾馬克公爵。埃斯梅拉達在一旁笑着打圓場，很高興看到你們能見上一面。可等皇後說完，兩個孩子卻只是默默看着對方，誰也沒再主動開口，氣氛瞬間變得有些尷尬。為了打破尷尬的局面，埃斯梅拉達提議今天一起玩牌，布萊爾立刻高興地答應了。看着海德琳冷淡的背影，布萊爾早就聽說過德爾馬克家族的事情，這個曾經讓人羨慕的大家族，如今卻已經走向了衰落。那些愛看熱鬧的貴族更是把人家的不幸當成談資。但誰能想到，這個家族的起源和他們擁有的力量，遠比外人想象的還要神秘。為了得到那股神秘的力量，他們付出了慘痛的代價，甚至迎來了毀滅的結局。想到這些，布萊爾看着眼前的海德琳，心裡直發毛，覺得這個男孩實在太可怕了。而海德琳只是靜靜地站在那裡，渾身散發着讓人不敢靠近的冷意。牌局剛一開始，氣氛就變得有些微妙。海德琳看着手裡的牌，半天沒有說一句話。關於德爾馬克家族的傳聞，布萊爾早就聽過不少。他們的第一代公爵是拯救帝國的超級英雄，當年為了得到守護的力量，老祖宗甚至與神獸簽下契約。作為代價，他得到了同修鬥氣與魔法的身體。要知道，普通人只能練成一種，他卻將兩種力量發揮到了極致，這才帶領軍隊贏下了戰爭。但這股強大的力量並非白來，同時使用鬥氣和魔法，就像把烈火與熱油湊在一起，稍有不慎就會徹底暴走。這股危險的力量一代代傳下來，海德琳的父親也繼承了他。他用這份力量守護帝國，讓所有人既害怕又崇拜。可誰能想到，災難說來就來。就在海德琳12歲那年，全家去森林旅行時，他的母親竟然慘遭殺害。看到妻子冰冷的屍體，前任公爵徹底失去了理智，他直接殺紅了眼，將整座森林的魔獸屠殺殆盡。為了保護年幼的兒子不被自己暴走的力量傷害，前任公爵選擇親手結束生命。曾經風光無限的家族就此徹底跌落神壇。那些愛看熱鬧的貴族們把這場悲劇當成茶餘飯後的談資，甚至連深宮裡的布萊爾都有所耳聞。可就在大人們唏噓不已的時候，年幼的海德琳卻只是靜靜看着紙牌，臉上看不出任何情緒起伏。旁人在背後指指點點，都在猜這個繼承力量的男孩會不會也有失控暴走的一天。該你了，公主。海德琳冷冷地開口提醒。布萊爾這才猛然回過神來，趕緊應了一聲。看着手裡的牌，他在心裡暗暗發狠，這局無論如何都得贏一次，畢竟對方已經連贏了4把。兩人就這麼無聲的博弈。隨着最後一張牌落定，布萊爾居然拿到了關鍵的紅心，連他自己都不敢相信，忍不住驚呼出聲：天哪，我居然贏了！看到勝負已分，海德琳沒有多留的意思，直接起身向皇後告辭，說明天祭典上再見。贏了牌的布萊爾正高興着，根本沒有注意到埃斯梅拉達皇後看着他離去的背影，眼神裡閃過一絲複雜的憂慮。埃斯梅拉達看着海德琳，輕聲勸他，如果覺得勉強，明天的祭典就不用硬撐着參加。海德琳卻只是淡淡回應自己沒事。隨後
便轉身離開了房間。等他走後，埃斯梅拉打轉頭詢問布萊爾，覺得這個男孩子怎麼樣，以後能不能成為朋友？布萊爾有些糾結地支吾着，雖然他話不多又難相處，但感覺應該是個好人。聽到這個回答，埃斯梅拉打忍不住笑了，直接戳穿他說謊的習慣。被看穿的布萊爾也不再偽裝，直接說出了大實話。那個公爵雖然看着挺有禮貌，但其實骨子裡傲慢得很。埃斯梅拉達聽完笑出了聲，調侃，幸好這話沒讓海德琳聽見。布萊爾有些不好意思的辯解，畢竟今天只是第一次見面。布萊爾趕緊解釋道，既然是皇後陛下看中的人，那他肯定是個好人，自己絕對是真心實意的。聽到這話，埃斯梅拉達溫柔地拉過他，嘆了口氣說，海德琳這孩子性格確實冷淡，他心裡受過太多的傷，所以才不知道怎麼跟人相處。但就算這樣，你也不用委屈自己去迎合他，因為在我的心裡，你和海德琳一樣重要。這番話讓布萊爾整個人愣在原地，要知道他的親生母親以前可從來沒對他說過這種溫暖的話。轉眼到了第二天，新年的第一縷陽光照常升起，一年一度的新年祭典正式拉開序幕。白天的日程排得很滿，大人們早上要去森林狩獵祭品，下午還要趕去神殿祈禱。白天的儀式基本沒小孩子什麼事。到了晚上，皇宮裡舉辦了盛大的新年晚宴，布萊爾和伊萬這才跟着一起出席。就在大家互相客套問候的時候，人群裡突然傳來一陣騷動，大家都在交頭接耳地議論着。仔細一聽，原來是有人在驚呼，那位年輕的公爵居然真的來了。順着眾人的目光看過去，那個冷冰冰的黑髮身影正一步步朝大廳中央走來。晚宴上，大家都在小聲嘀咕，誰也沒想到海德琳今天會來，畢竟他現在已經是德爾馬克的家主，大家都盯着他，看他能不能幫皇後撐起這個家族。海德琳走到大殿中央，恭敬地跪下，向皇帝和皇後行禮，祝願帝國在新的一年裡繁榮昌盛。雖然他年紀還小，但站在一群老謀深算的貴族面前，氣勢上卻一點沒輸，反而因為這股年輕的勁頭顯得格外扎眼。可看着他這麼冷靜地應付一切，布萊爾心裡卻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這個看似堅強的少年，就像是站在懸崖邊上，隨時都會徹底垮掉。面對這麼一個冷冰冰的家伙，布萊爾在宴會上徹底泄了氣，先前銀牌的興奮勁瞬間全無，現在連過去搭話的勇氣都沒有。這壓抑的氣氛簡直讓人渾身不自在。艾格尼斯有些好奇地詢問，難道是已故的皇后陛下促成了你們的第一次見面？布萊爾笑着點頭承認，回憶起那時候的海德琳，雖然看着有些孤僻嚇人，但其實也只是個普通的孩子。艾格尼斯忍不住發出感嘆，從小時候的相遇一直走到結婚，這簡直就像是童話故事一樣浪漫。而且對方還是那位高冷的公爵，能有今天這個美滿的結果，肯定是因為夫人您深沉的愛吧。聽到這句話，布萊爾卻突然愣在了原地，有些遲疑地反問自己，我的愛嗎？艾格尼斯笑着解釋道，那場新年祭典明明有那麼多熱鬧事，可您記住的卻全都是關於海德琳的點點滴滴，這如果不是因為愛，還能是因為什麼呢？其實關於兩人的第一次見面，布萊爾的記憶還要更早一些。那是在當年的新年晚宴上，周圍充斥着刺耳的閒言碎語，貴族們聚在一起，交頭接耳，都在議論德爾馬克家族的慘劇，說前任公爵自殺的時候，這個年幼的繼承人就在旁邊。大家雖然覺得他能撐下來很厲害，但更多的是感到害怕，覺得他年紀這麼小，就冷血得讓人脊背發涼。看着被流言蜚語包圍的海德琳，年幼的布萊爾心裡直犯嘀咕，要是埃斯梅拉達皇後在這裡，這幫人哪裡敢這麼放肆？偏偏那天皇後身體不舒服，提前離開了喧鬧的宴會，這下整個大廳裡連一個幫海德琳說話的人都沒了，周圍全是躲閃的目光和悄悄話，大家都在刻意防着他，生怕他會像他父親那樣突然失控，把大家都給殺了。這種壓抑的地方，他是一刻也待不下去。海德琳索性轉身離開，獨自一人走到了寒冷的室外。可還沒走多遠，他就痛苦地咳嗽起來。跟出來的布萊爾看到這一幕，趕緊走上前去關切地詢問：“你沒事吧？”海德琳猛地轉過頭來，這一下兩人的氣氛徹底變了。誰能想到海德琳非但不領情，反而粗暴地一把推開他，冷冷地讓他滾遠點。這一下力道可不小，布萊爾直接摔倒在雪地上，整個人都懵了。可他還是咬牙站起身來，好脾氣地向他解釋，自己只是看他身體不舒服，想要幫幫他而已。海德琳根本聽不进去，反而惡狠狠地警告他，要是再不滾，就別想活命了。這下布萊爾是真被嚇到了。後來埃斯梅拉達皇後也說過，海德琳這孩子心裡受的傷太深，根本不知道該怎麼跟人相處。布萊爾也承認，他確實既不溫柔也不善良，但是事情真的只是這樣嗎？其實，在布萊爾心裡，他並不是個無可救藥的壞人，因為他剛才那些兇狠的話語背後，寫滿了說不出的孤獨與無助。看着海德琳轉身要走，布萊爾急忙大聲喊道：“別走！”他接着補充道：“在這等我一下，我很快就回來。”海德琳停下腳步，看着他跑開的背影，有些無奈地心想：身為公主，怎麼能這麼毛毛躁躁地亂跑？布萊爾一路小跑，終於在雪地裡重新找到了海德琳。海德琳有些意外，冷冷地問他怎麼又回來了。布萊爾沒有多做解釋，直接把一個兔毛耳罩塞到他手裡，說戴上這個，就聽不見那些煩人的閒言碎語了。反正現在是冬天，帶着這個到處走，誰也不會覺得奇怪。而且這東西又暖和又舒服，光是摸着心情就能變好。看着手裡這個毛茸茸的耳罩，海德琳一時間竟然不知道該說什麼好。聽到外面有人在到處尋找自己，布萊爾嚇了一跳，他趕緊低聲安慰海德琳，讓他不用擔心，今天在這裡發生的一切，他絕對會守口如瓶，大家只會記住德爾馬克公爵最風光的時刻。說完，他就急匆匆地跑，只留下海德琳一個人站在原地。等布萊爾好不容易溜回去，立刻被貼身女僕逮了個正着，免不了一頓嘮叨，怪他不該到處亂跑。
那天晚上臨睡前，布萊爾像往常一樣許下心願，希望母親能夠多愛自己一點，也希望母親和皇後陛下能成為好朋友。除了這些，他的心裡似乎又多了一個小小的願望。雖然嘴上說着討厭海德琳，願他搶走了皇後所有的關注，但在那個新年的夜晚，布萊爾還是在心裡默默許願，希望這個孤獨的少年能得到幸福。艾格尼斯輕聲問起：“您一定很愛公爵大人吧？”得到的回答卻只有一句：“是的，我曾經愛過他。”也許就像大家說的那樣，從那個新年祭典開始，布萊爾就已經被海德琳吸引了，只不過那都是以前的事了。看着眼前的茶杯，布萊爾忍不住感嘆，自己真的很懷念那段日子。艾格尼斯在一旁溫柔地勸慰他，有時候只要有一個幸福的時刻，就足夠支撐一個人走完一輩子了。希望今年的祭典也能給您留下這樣的回憶嗎？看着窗外飄落的雪花，布萊爾只能在心裡重複着這兩個字。可如今的他，還能等到那個能支撐他走下去的時刻嗎？對布萊爾來說，這不過是又一個普通的新年，根本沒什麼好期待的。可就在他準備離開的時候，有些奇怪的細節突然在腦海中冒了出來。仔細想想，今年的新年祭典上到底發生了什麼？那個海德琳的背影為什麼會顯得那麼沉重？這一琢磨，布萊爾整個人都愣住了。他終於意識到了不對勁。深夜裡，海德琳看着突然出現的布萊爾，有些疑惑地質問：“這麼晚了，你找我有什麼事？”布萊爾沒有拐彎抹角，直接拋出重磅消息：“明天的祭典狩獵場上會突然出現魔獸，你最好在狩獵開始前帶人去做好防範準備。”海德琳眼神一冷：“這消息你到底是從哪聽來的？”布萊爾猶豫了一下，還是說出了那個驚人的秘密：“因為我能預見未來。”瞬間，空氣徹底凝固了。其實就在1小時前，布萊爾才猛然想起一段被他遺忘的前世記憶。當年的新年祭典上，皇家狩獵場確實出現過魔獸，只不過那天他剛好生病，才把這件大事忘得一乾二淨。當時女僕麗娜告訴他，海德琳在現場斬殺了魔獸，雖然有人受傷，但沒人喪命，他自己也毫髮無損。可現在問題來了，如果一切照舊，這關確實能平穩度過，但要是自己插手了呢？萬一因為他的干涉，反而改變了原本的走向，後果恐怕不堪設想。萬一自己的干預反而讓事情變得更糟呢？而且最關鍵的是，他根本沒辦法解釋消息來源，除非直接告訴海德琳自己是從未来重生回來的。可這種荒唐事，海德琳怎麼可能會相信？但話已經說出口了，布萊爾只能硬着頭皮堅持自己確實能預見未來。海德琳冷漠地轉過身，顯然覺得這太荒謬了。布萊爾趕緊上前勸說，雖然聽起來很離譜，但提前防範總沒有壞處，有備無患總比措手不及要強。之前關於麗娜的事，他不也選擇相信我了嗎？如果是海德琳的話，也許這一次他同樣會站在我這邊。海德琳低聲回應：“我懂了。”話音剛落，他突然一把將布萊爾拽了過去，兩人的距離近的幾乎貼在一起。海德琳死死盯着他：“那你預知到了嗎？我接下來要幹什麼？”還沒等布萊爾反應過來，海德琳就冷冷地鬆開了手。看着對方冷漠的態度，布萊爾徹底清醒了，他低下頭自嘲地道歉：“對不起，是我在說胡話了。”雖然嘴上把話頂了回去，但海德琳心裡其實根本靜不下來。布萊爾那些荒誕的警告，就像一根刺，怎麼也拔不掉。轉眼就到了新年祭典當天，皇家狩獵場裡一片白雪皚皚。如果布萊爾說的都是真的，那麼今天這裡注定不會太平。海德琳終究還是留了個心眼，親自帶隊進入了獵場。可這平靜的雪地裡，到底藏着什麼致命的危險？明明之前把話說的那麼絕，可布萊爾還是跟來了，這讓海德琳心裡直犯嘀咕。他到底在想什麼？海德琳轉頭吩咐身邊的侍衛，必須保證夫人的安全。就在這時，前方的侍衛突然大喊起來，說發現了一隻白雕。海德琳沒有絲毫猶豫，直接拉弓放箭，伴隨着一聲悶響，那隻白雕當場被射穿。看到這一幕，布萊爾心裡咯噔一下，因為這一切正一步步印證着他的預言。海德琳走上前去查看那隻被射中的白雕，誰能想到這樹洞裡居然還藏着一隻幼崽。海德琳直接拔出了短劍，布萊爾急忙騎馬趕了過來，大聲質問他要幹什麼。海德琳態度冷冰冰的解釋，沒了母親他也活不成，不如現在就送他上路。眼看那把短劍就要落下去，布萊爾急得大喊一聲不要，直接衝過去攔在了他面前。布萊爾死死護在樹洞前，說什麼也不肯讓開。他說不定能活下來，就算他注定活不長，你也不能把這當成仁慈，多活一天也比現在死掉強。可海德琳根本不為所動，冷笑着反問：“要是他被野狼活活咬死，你覺得他還會這麼想嗎？”兩人的氣氛瞬間降到冰點，但布萊爾這次沒有退縮，堅定地回答：“我要養活他。”看着布萊爾這副態度，海德琳最終還是收起了短劍，轉身離開時只留下一句嘲諷：“我倒要看看這個小家伙願不願意被仇人收養，畢竟你可是眼睜睜看着他母親死去的。”看着海德琳離去的背影，布萊爾沒有反駁，即便如此，他也必須這麼做。其實，布萊爾執意要救下那只幼崽，是因為他從那只小白雕身上看到了自己和阿希爾的影子。他很清楚，做母親的哪怕自己遭遇不幸，也一定希望孩子能活下去，哪怕活得再艱難。